他再回来，过一圈再回来，凑过一圈。几点开始操业？哥，咱这几点发车了呀？结果这个8:15是下一趟。对。我们俩的。咱楼上是吧？对。还有没有预约8点的？抓紧时间上车。预约8点的绿色二维码。这上面一天到晚看着屏幕。我也在俩。我给你发消息啊。干嘛呢？他问了那个讲解来了。我们每个人，我吃了明天就我一人在吃。最后一个是。打造的双层观光旅游车，车子呢在行驶中呢，请不要来回走动，坐好扶稳，不要把头和胳膊伸出车窗外，注意道路两边的树枝，小心避让一下。车子呢在行驶中呢，禁止站立在车厢上。
右手边的这片古建筑群呢，就是文庙了。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孔子而建的庙宇，它呢又称为孔庙。它是天津等级最高、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宏大的古建筑群。车型的前方呢，就是鼓楼的商业中心。天津卫呢有三宗宝：鼓楼、炮台、临汶港。鼓楼呢就是三宗宝之一。说它是一座鼓楼，不如说它是一座钟楼。在它的2层呢，悬有一口300斤重的大钟，早晚各敲响14次，紧18，慢18，不紧不慢，二胡的繁华。早在清代诗人梅小树撰写的木板对联“高场快登临，看72宫往来翻映，繁华谁会醒？听180厨早晚钟声”，就悬于鼓楼的本门。现在行驶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南市地区了。南市呢，在解放前呢，又称作3不管的地带：乱葬馆子文人馆、打架斗殴文人馆、争风管宴文人馆，与北京的天桥、上海的城隍庙、南京的夫子庙并称作中国的4大世俗生活区。在这座旧址上呢，还建立了一座美食城，汇集了北京的烤鸭、广东的海鲜、四川的麻辣和山东的辣菜等山南海北的美味，独创了集八方名菜于一处，揽四方游客去餐的闲意。在这里呢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津的小吃：18街的麻花、耳朵眼的炸糕和狗不理的包子。其中呢，狗不理的包子呢历史最为悠久，它创建于1858年，创始人呢名叫高贵友，是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人，其父呢40得子，为了平安养子呢，取个乳名叫狗子，像小狗一样好养活。狗子14岁来天津学艺，在南运河边的刘家蒸吃铺学徒。他学满3年后呢，精通了做包子的各种手艺，就独自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，取名为德聚号。他做的包子选用3分肥肉、7分瘦肉，加上排骨汤和秘制的佐料调制成馅，并且呢，每个包子上呢都有18个褶，褶花双翼一致，如白菊形。狗子做的包子手艺非常好，引来了10里8乡的人们呢，都到他这儿买包子，生意十分兴隆。狗子卖包子时呢，顾不上与客人们说话，人们就笑谈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，久而久之呢，就喊顺了嘴儿，就喊他狗不理，把他卖的包子呢，就叫狗不理包子。
我们即将行驶的这座桥呢，就是北安桥。它是将西方的雕塑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，雕塑出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舞，保佑着东西南北四方的平安。桥栏上呢，还有四尊舞姿各异的女手捧着阮、吉他、笙、台箫，弹奏着美妙的乐曲。请看右手边呢，这有一座门形的建筑，它就是天津的金门，像一座大门向四面八方敞开着，像是在喜迎着八方来客。它是天津白金级酒店。左前方呢有座红色。左手边呢，这座米白色的建筑就是天津市规划展览馆，它展示着天津的历史变迁、发展现状和远景的规划，采用了高科技的手段，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融入了多项的展示环节，展示了天津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每周二至周日呢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呢，可凭本人的身份证免费领取一张参观的门票。请看左手边的这条街里呢，有个广场叫马可波罗广场。广场的中心呢，有一座和平女神的雕像，展翅飞翔的和平女神手持着橄榄枝，象征着和平、友谊、对友谊的主题。右手边呢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，它就是36.9米，地上79层，地下4层，是华北地区第一座高楼，与京门呢遥相呼应，构成了天津又一座地标式的建筑。它是斜拉锁式设计，它分为大小2个拱圈，大拱圈呢面向着东方，象征着太阳。小拱圈面向着西方，象征着月亮，它预示着天津的美好未来将与日月同辉。它的设计者是著名的桥梁专家邓文忠院士。在2006年的世界桥梁博览会上，他获得了优金飞科奖。优金飞科奖呢，也是桥梁界的奥斯卡。他呢还多次被刊登在美国的《时代周刊》上。一体的综合性的购物广场，夜幕下的金湾广场与海河两边的灯光呢交相呼应，是人们夜游海河的好去处。右前方呢，这座桥呢就是建于1927年，它又称为万国桥和法国桥。说是法国桥，它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。看左手边的这座钟呢，叫世纪钟，它是1999年呢，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而建成的。北京建世纪坛，天津建世纪钟。此钟高40米，重170吨。它分为表盘、钟摆、基座3个部分。巨大的表盘上呢，有12个青铜浮雕。
手边呢，这座红白相间的小楼呢，它就是河北区的政协办公大楼。它的旧址呢是原意大利的领事馆，它始建于1930年，是意大利建筑。请看左手边的这片建筑呢，就是原先的圣心医院，它是天津解放后第一家公立性的医院。它的旁边呢还修建了圣心堂。那左手边就是新修建的德云社校长会馆，左前方呢有座红色金色建筑，然后后方呢曾经住着2位美国大总统，一位是冯国璋，一位是袁世凯。2位大总统相离那么近呢，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。因为此地段海河水呢上下回旋，形成了漩涡，是聚财之地，所以呢2位大总统都在此建立了宅邸。后来天津人呢又称它为左右逢源。此外左手边呢这座桥呢就是金汤桥，它取自固若金汤，它是1906年修建的，是我国唯一一座可横向开启的桥梁。在1949年解放天津战役时，解放军东西2个部队在此停靠实施，标志着天津的全面解放，并且呢在桥梁的2边还建立了会师广场。河的对岸呢就是我国的5A级景区，它呢是以中国味、古味、文化味、天津味而闻名的古文化街。它的里面配有全国的3大妈祖庙之一天后宫，还有我们天津的手工艺品，杨柳青的年画、魏晋的风筝和元璋的彩塑。在右手边呢，这座青灰色的院落呢，它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居。大家一定熟悉《送别》这首歌曲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李叔同根据美国作曲家谱写的曲子填写的歌词，在美国呢早已经失传，在我国唱响了100年，经久不衰。李叔同也是我国近代的文化大师和国学大师。的前方呢有一座青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，那就是望海楼教堂。我们在学习历史时呢，得知了火烧望海楼这一历史事件。它曾经呢被烧毁过2次，第2次呢是在义和团运动时，它又称为圣母德圣堂。是狮子林桥，都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也数不清，其实呢它只有485只。而狮子林桥上的足有1181只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的狮子，可堪称为狮子成林。它呢也是一座被抬升后的桥，在修建后呢，并没有达到通航的标准，采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，用32个千斤顶将7400吨的桥身足抬高了1.27米。它不仅呢是我们天津的首创，也是全国的首创。
边呢，这条河呢就是母亲河海河，它呢是由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和永定河汇流组成。它不仅见证了天津的历史，还贯穿着天津的文化。前方呢有一座巨大的摩天轮，它所坐落的桥呢就叫永乐桥，又叫死海桥。它是集交通、观光于一体的所在，与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伦敦之眼相媲美，所以呢，我们又称它为天行之眼。靠着最高地下车。